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2026年首部古装剧曝光，领衔主演阵容齐聚4大咖，期待值拉满，网传配置顶级卡司强势。这类三国大戏的传闻，越是把名单堆得满，越该先盯住立项到底有没有影子。肖战眼下还在青岛拍10日中烟，4月10日开机，拍摄周期100天。但男主也是最后一批杀青的人，时间点卡到7月中下旬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最确定的行程还是这部腾讯视频的 S+ 项目，而不是下一部历史大剧。这回被推到台前的是《荣耀三国》，转的最热的一版里，肖战、胡歌、谭健次、刘宇宁被放在最前面，后面再接张鲁一、陈丽君、王彦霖、穆芷成、李云瑞、何润东，角色也被拆得很满。肖战演诸葛亮，胡歌演曹操，刘宇宁演刘备，谭健次演周瑜，张鲁一演司马懿，陈丽君演貂蝉，其余人去接马超、陆逊这类次级位置。阵仗看着很大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，因为这并不是第一次被端上来。5月底先冒出过一轮新三国，那时还带着林峰、白鹿、王楚然。胡歌配曹操，肖战配诸葛亮的说法也是那会儿开始扩散的。到了7月，名字又换成荣耀三国，林峰、白鹿、王楚然被拿掉，陈丽君、穆芷成补了进来，连造型图也换了一批。一个项目如果连外壳都在反复改，通常说明它还停在拼图阶段，离真正落地还有距离。更关键的是，正午阳光3月就把这事按过一次，话说得很直，没有这个立项。连10亿件专属影视城和孔生指导这2条也被一并归进不实信息。按这个力度看，外面再怎么赚大名单，至少在公司层面态度并不暧昧。真要有推进，最先该出现的不是配图，而是能对得上的官方动作。这也是为什么那批最像路透的造型图，最后会被扒出源头。它其实只是某位做过《琅琊榜》助理的妆造博主的个人练习作，和正午和荣耀三国都没有直接关联。图一旦被截出来，再加上现场感的文字，视觉冲击就会先跑出去。后面的真假反而没人第一时间追问。现在很多影视传闻都是这样，先抢眼，再补逻辑。真正摆在台面上的三国项目，反倒是广电备案里的江流不尽之三国时代。这不是高希希牵头，走的是三国志那条正史路线。计划做成9到10季，战争场面还会用 AI 辅助。它和外面这套石顶流拼盘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，前者像长线工程，后者更像热度拼装。前者还没公布演员，最快也要2027年之后才会开机。两边的节奏本来就不在一个频道上，肖战这边的粉丝也明显冷静了不少，大多数人在刷的还是非官宣布约，没有因为这波阵容就立刻兴奋起来。2个月前重庆号的消息也是先从 P 过的定妆图开始，热了1周才被证实是假的。经历过几次类似操作后，粉丝对这种先把图和名单端出来，再慢慢补细节的套路，警惕心已经高了很多。而且这版爆料前后还对不上，最早说导演是孔生，后来又改成郑晓龙，编剧从蓝小龙的《三国谍影》又变回原创，故事主线也从群雄逐鹿转成青年三国，集数从60集跳到80集，单集成本从1000万抬到1200万，数据一变再变，方向也来回拧，连最基本的主轴都没稳定下来。这样的说法，哪怕班底写得再漂亮，也很难让人直接当真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几大官媒娱乐号都没有跟进这条荣耀三国，只有一些中小账号和部分粉丝后援会在转。肖战工作室没动静，
胡歌、谭健次、刘宇宁那边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回应相关问询。对这种级别的项目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话题先不先爆，而是有没有人出来接住。没有接住，热度就只是热度。所以把这些线索放到一起看，结论其实不复杂。这轮传闻的包装很满，可信度却不高。肖战短期内最确定的还是十日中烟那边的拍摄进度，而荣耀三国如果真有动静，也应该先把剧名、主创、集数和方向统一起来，再谈所谓豪华阵容。现在这版更像一串被反复拼装的热词，离真正开拍还差着一大截。